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1号发生强震，死亡人数已升至78人。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天上午10点51分左右，日本能登半岛近海发生4.0级地震。目前地震灾区仍然余震不断，部分建筑物起火，水电供应也没能恢复。 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并表示中方愿为日方抗震救灾提供必要支援。 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百其一宇核电站和志贺核电站分别出现水溢出和变压器起火事件。不过，两家核电站的运营商均表示未对外界构成安全威胁。外界注意到，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在地震发生的5天前，也就是上个月的27号，刚刚解除了百其一宇核电站的运行禁令。此前，百其一宇核电站接连爆出在安全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和漏洞，在2021年4月遭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发出运行禁令。 2023年至今，全球多地突发地震。2号，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129次，其中7级以上地震19次，与1900年以来年均频次18次基本持平。最大为去年2月6号土耳其2次7.8级地震。此外，2023年全球未发生8级以上地震，最近一次为2021年7月29号，美国阿拉斯加以南海域8.1级地震。当地时间2号，日本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东京羽田机场与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发生碰撞，引发严重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3号开始调查飞机相撞事故，跑道安全問題成為焦點。 個機頭碌掂地嗰時好似好大力咁，我就以為係普通 hard landing。咁啱我坐喺窗口位隔離，就係個引擎同埋機翼嗰度望出去，個引擎見到係開始着火同埋出煙，啲人先開始有啲驚。跟住啲空姐用日文叫大家保持冷靜，留喺個位度。 大概分零鐘之後就話可以用逃生梯，咁我好快就同另一個乘客行咗去逃生門嗰度啦。咁但係途中都見到有啲人係想攞行李嘅，咁消防員嗰時都已經到咗，同埋開始都救緊火㗎啦。咁我幫咗啲人跑落個滑梯之後咧，咁好似話引擎會有機會爆炸，咁我哋就離開咗架飛機。 跟住大概行咗100米左右，個引擎左邊嘅引擎就開始爆炸。当地时间2号，日本航空一架空客 A350在降落东京羽田机场时，与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发生碰撞，机上379人全部逃生。美媒援引英国格林尼治大学消防安全工程小组主任埃德加利亚教授称，日航航班的疏散是一项奇迹般的工作。 3号，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开始调查飞机相撞事故，跑道安全问题成为焦点。媒体爆出了遗落着飞机残骸的跑道俯瞰图。除了事发的 C 跑道，东京羽田机场其余3条跑道已于当天21点30分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几周前，全球航空业刚收到过有关跑道安全的新警告。同一时间，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了东京羽田机场飞机相撞事故发生前，机场空管部门与日航客机及海上保安厅飞机的通话记录。记录显示，空管部门当时已向日航客机发出了降落许可。另一方面，在当地时间2号17点45分，空管部门对海上保安厅飞机称，请在地面上滑行至跑道等待位置，尚未允许海上保安厅飞机进入跑道。在事故中幸存的海上保安厅机长表示，他当时已获得起飞许可，表明他对塔台指令的理解不同。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航空事故调查员宣布，他们确认了2架飞机和散落部件的状况，并从海上保安厅的飞机上找到了飞行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调查员说，他们即将对黑匣子里面的数据展开分析，调查飞行员与管制员之间的交流等情况。目前，日本警视厅正以业务过失致人伤亡嫌疑展开调查。
东京机场警察署也设立了调查本部，预计各方将调查出事飞机当时在跑道上的行驶情况。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派出4名调查人员，同空中客车公司5名技术顾问一同前往事故现场展开调查。空客公司声明说，这架空客 A350-900型飞机于2021年11月交付日本航空公司。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文件，空客将为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和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据了解，日本航空公司现有16架空客 A350-900型飞机，原计划本月底使用空客 A350-1000型飞机直飞东京至纽约航线。路透社指出，发生事故的空客 A350-70-2年，长度是海上保安厅飞机的3倍，这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双引擎长途客机机型，也是它自2015年投入使用以来首次发生重大事故。本次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而日本民航局局長平冈诚哲在召開發布會時，竟然多次發笑，民眾表示很生氣。11については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時間まで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聞いていただかないとちょっとはい。与客机发生碰撞的海保飞机原本计划向能登半岛地震灾区运送物资。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该事故令人悲伤。We've all seen what's happened in the past 24 hours, 48 hours in Jap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of the loss of life and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then, of course, we also saw the reports about the plane accident, and sadly, which was with a Coast Guard that was delivering aid to those impacted by the earthquake. 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日航事故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汪文斌称，据了解，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受伤，涉事客机上有14名香港游客，驻日使馆已经与其取得联系，正在为部分丢失证件的游客补办旅行证件。此外，目前日方并没有提出相关的援助请求。受飞机相撞事故影响，羽田机场大量起降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包括羽田机场在内的日本各機場预計共取消日本国内航班116架次，国際航班4架次，大量旅客滞留機場，無法按時出行。昨日羽田から帰る予定でしたけど、はい、ちょうど事故がある後の6時20分に乗る予定でしたけど、で乗れませんで、一泊して、で今日の5時15分。羽田から出雲まで帰る予定でした。まだそれも欠航になったもので、急遽アナで米子まで帰ります。もともとは8時15分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だ出てないんで、もしかしたら飛ば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なと思って待ってますね。值得一提的是，阿鲁里遭暗杀，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以之际。以色列时报2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访问行程被临时推迟到下周，但该人士表示，此次推迟与阿鲁里遇袭身亡一事无关。另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此次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袭击由以色列国防军发动，美方事先并不知情，以色列政府在暗杀行动开始后才通知美国政府。法新社评论称，自本轮巴以冲突开始以来，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一直局限在黎以接壤的边境地带，而2号针对阿鲁里的军事行动，则是以色列近期首次在黎巴嫩首都区域发起袭击。国际社会担忧，中东地区由此恐面临爆发更大范围冲突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2号，深陷反犹争议和论文抄袭指控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克洛迪亚·盖伊宣布辞职。大约1个月前，盖伊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共同出席美国众议院有关高校反犹主义的听证会。3位校长因拒绝直接回答有关是否会惩罚发表反犹言论学生的问题，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抨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基尔在听证会后仅4天就宣布辞职。盖伊尽管得到700多位学术权威和哈佛教职人员的力挺，但随后保守派以其论文涉嫌抄袭为由，再次要求哈佛将其解职。